我们首先热烈欢迎 Ting 老师。Hello，Hello，大家好，Good morning。我们这边是 Good evening。那那我们先请 Ting 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 Ting 苏静婷，那之前也是在台湾，就是当禅让老师，那现在在加拿大，然后偶尔也是教课、上课这样子。那自己还蛮喜欢，随意创造，所以很喜欢手做的东西，因为大家总是说手做比较有温度嘛。那因为这边很冷，所以要有一点温度。好，就这样子。OK，好，那我们今天共识会哈，我们一向就是要先分享一下我们的作品，就是老师这几天的作品。那我们先请听老师分享一下他最近的几张作品，给我们欣赏欣赏。哦，最近呃，我常常会有一些作品哦，都是画到一半，然后就放在那边的。然后最近是比较稍微认真一点啊，因为受到刺激，很多朋友都是出国去玩嘛，然后既然不能去，那就自己画。然后最近就有这些，比如说就是欧洲的教堂彩绘玻璃啊，那个 rose window。嗯，这种超漂好。亮。然后或者是像这样子，哎，这个是我要停顿一下吗？还好，就是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有一点那个，没关系，你自己就按照你的节奏来进行就可以了。OK，好，那就是大概就是这些，这三嗯张这样。嗯，好漂亮哦，真好看。我好，蛮喜欢把就是周遭的东西跟缠绕结合在一起。好哦。那听老师要不要说一下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啊，我们是怎么认识？这个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我跟伊娃老师一起参加一个线上的 retreat 一个活动。那因为我比较迷糊哦，就是因为时差的关系嘛，那个发起的老师是在新加坡，那他们要关掉那个档案的时候，我把时间搞错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 download 那些档案，然后我就看到哇，里面参加的居然有伊娃老师，所以我就厚着脸皮，写 email 给伊娃老师说，please 可以借我 copy 一下那个档案吗？对，然后我们就这样子聊上了。对呀，真的是那个时候我有点吃惊哦，我说哎，我好像跟你没有讲过话，然后你来跟我要档案是怎么回事？对，然后伊娃老师非常的大方，他二话不说，哎，那个档案其实很多，有然后30几克好像，对。对对对对对，我那嗯。时候真的是傻眼了，因为我把时间搞错，哈，整个不见。嗯，OK，好哦。那这个嗯，是我们之前的一些小小故事啦啊。那我今天我也要来分享一下我这几天有画的东西啊，那给大家看一看。那上周的话，我是有参加这个线下的缠绕共识会，这个是折纸的，这个是在课上画的。然后这一张是我上课前一天画的啊，反正就是各种玩，就超喜欢。那这一嗯张是我今天下午完成的，这个是嗯，我录的一个禅陀罗的影片，那可是实在是太忙了，还没有编辑，刚画好而已，所以是刚出炉还很热的，热腾腾的这一张，好，就给大家分好漂享一下。亮哦。对呀，我很喜欢画禅陀罗，超喜欢，嗯就很疗愈的这种东西啊。OK，然后再一个呢，这个可能有一些同学已经有看到过了，这个就是新的那个 Five 砖，就是嗯，5寸的那一张。我用这一张画了一些作品哈，那这个是我等于说我接下来的共识会的线下的活动的一个宣传照，就是用这一张。我觉得这个很出乎我意料，因为这一张，我以为它就是
一张大的方砖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画起来感觉不一样，它有一点特别，所以期待怎么大家能够跟，特别？就是因为它的尺寸跟标准筛砖它的这个宽度哈是一样的，所以嗯它是有含黄金比例在里面。嗯哼所以它这个尺寸是有特殊设计的，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还蛮期待自己未来能够画出什么样的东西哦。那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尝试过这个纸砖，所以我很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玩出一点不一样的创意。嗯哼OK，那这一张就是这一张其实是我第一张画的哦，这个是另外一种画法，另外一个创意的画法。感觉嗯第一次画，感觉不太能够掌握它。那这张花环，这个是第二张，这样。嗯哼，那另外再一个就是我新鲜出炉的一个小图样，一朵花花，我想今天可以教给大家。哦，这个好真的是才可爱。刚画好，这是昨天涂鸦的时候画出来的。OK，很嗯。春天的感觉。对呀，我想说春天来了，大家可能会经常画一些春天主题哈，可以正好应用上在我们日常的创作里面。嗯哼，OK，好哦，那我们今天要准备开始画画了。来，我们准备方砖。我拿的是茶色纸砖，然后听老师是白白色。色纸砖。那你们要嗯，用哪一个颜色都可以，没有关系。好，那我们根据惯例哈，我们就是会利用那个 Annie Oken 老师的那个 App，我们会来抽图样来做参考。哎，我觉得玩抽图样是蛮新鲜的一件事，因为有时候啊，有的图样我真的是从来没画过。对呀，对呀，很多都是很陌生的图样。或者是看过了，然后可能当下并没有放在心上，就让它跳过去。对对对，你看我们今天抽的图样，我好像只有2个画过，你们看得到吗？嗯，看得清楚。我这儿来一看这一个哈，这一个第一个叫做什么 Swab，然后这是 嗯 Corner，哦，这个是装饰技法 Corner Shading Opus，然后这个是 Detached Shadows，然后这个是什么 VC，这个是 Umbo，这个是 Bomber Shot，这几个图样不一定会全部画到啦。哦，那我们就是挑着画。听老师有没有比较想要画的图样是哪一个？我没有画过右上角第一个第一个是不是？那一位。好，那我们对。来学习一下第一个。好，嗯然后我们比较常画的是 Opus 这一个图样，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我们另外，因为我等一下会教大家我那个小花花图样哈，那也许我们可以画这一个，这个看起来嗯，像叶子，这个我也没有对，画过，这个好那个我也特别。没有。好，OK，好那我像海们就带哦。对，好像海带，奇怪的植物。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图样。听老师，你要带吗？还是我来带？你带好了。我带好了，好嗯，，OK。那我们先来练习一下这个图样哈。那我看一下，好，它不是很难，OK，好，了解。那我们就拿练习纸出来哦。好，一般的白纸就 OK 了嘛。对对对，大家各自在自己家里练习哈，一般的就可以了。因为嗯哼，我就是会在白色的纸上面画给大家看，看看它的步骤是什么。这个图样还有一点点特别，之前没有看过。我把这个图样名称叫做 SWORBS。好，它一开始的时候先是画一个像是酒吧，这样子画出来以后，然后用很细很细的线条
哦，它有一点点像是光环线，可是头是从这边开始的，细细的，可能可以画个3、4条。好，我画了1、2、3、4，4条这样子。这个画好了之后，在另外一侧，哦，就是这个9这个头的部分，另外一侧也是同样的概念，可是是相反方向，我也画了4条。它就有点像这样绕着折过来的感觉。好，这样子之后呢，下一个步骤就是它从最外面的这一个啊，就最后面画的这一条，这一个，它要往外面再来画。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画成一个这样子的形状，它就是倒过来的9，或者你要说翻过来的6也可以，顺着最外面那一条画过来。然后你就可以好从后面画，好，这个就完全是从后面画的技巧，你就顺着这个线条这样子拉过来，它就很自然的就形成了一个这种压在底下的这种，不会形容这个要怎么说，一个很流畅的一种感觉。真的也有点像缎带哦。对对对，有点断带感。嗯，然后同样的哈，这边画完了以后就是换这边，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重复而已。同样的，我们画到最后一条之后，从最后的这一条开始往外面连。那这个时候呢，又是画一个9出来，最后就是再继续。所以它这是一个可以无限延伸的图样，对吗？嗯，源源不绝。对，就看你这个那一条线怎么绕，就可以绕来绕去。嗯。其实有时候光是绕线啊，就觉得蛮有趣的，那个线的变化。对，尤其是初学缠绕的同学哈，我还蛮建议多练习线条图样，因为它会让我们的手能够更加的好掌握住每一个线条的走向的话，你画图样就会很顺。好，来先画一个中间的筋，画一个长长的。好，然后再来就是画波浪的线条哦，可以右边或者左边或者两边都画哦，都可以的。然后最后就是往下到画面外面去了。看到这个波浪线条，怎么一直让我脑袋有一个那个海带呀，海带。对呀，我的会员课里面有一节课就是专门教大家那种海带折来折去的那种画法。嗯，嗯哼。因为我觉得这个会很好玩。
好，这个部分画好了之后呢，它会有加强一个线条，就让它那个立体感会比较明显。就是在我们这种弯下来的地方，那它是往上画的，是这样子，嗯，往上。这个的名字叫做 BUM，BERSHOOT。我想到了，这有点像那个我们种的那种紫苏啊，山苏，是山苏吗？不知道，我对真正的植物很没研究。对，那种左边的话山苏。一样哈，是这样子，圆弧波浪线条，然后要往上滑，它蛮有趣的。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图样，它的关键点是在于它的阴影。诶，嗯哼。我的铅笔呢？随便拿一支。哦，它的阴影是画在这个我们刚刚画上来这个小线条，这个小角落里面，就把它涂阴影就好了。哦，那因为我们这个只是练习哈，我就不去做细部的那个修饰了哈，我只是把这个位置标出来就好了。哦，其实我们稍微这样子画就可以看得出来，它那个立体感是有的。首先就是像牛毛草一样啊、当然你这个牛毛草可以画好多层。如果我图样名称有说不对的哈，就麻烦大家给我批评指教，因为我实在很不会记图样。我也是诶，还有就是名字，对，没有办法。常常有时候那个学生问说：“哎，这是什么名字？”我都哇想了老半天。对呀，好，这个中间的这个牛毛草画好以后，再来就是画一个完全外光环线。我发现图样还是需要常常复习啦，因为我有时候太忙哈，好久没有画的图样就都忘记了。那还好，就是以前画下来都有存档嘛，然后就看了说，嗯哼。哎，这个图样我画过吗？顿时之间很陌生哦。对对对，就会觉得，哎，奇怪了，完全失忆那种感觉。好，这个其实就是图样的本体结构。那另外的话，就是说看你画面的空间哈。你如果说在这个外面的话，那其实其他的地方就全部是画这种烈酒或者说气泡酒这样子的去把它填满就好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不需要练习了哈，反正只是一个填充的一个动作而已，好吗？好。嗯，我会不会讲太快？不会。我发现我哈，联合嗯，直播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之前完全就是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言自语，自语。嗯对，然后联合直播就是至少你还会跟我有应答的这种机会。嗯。大家可以看听老师哦，其实他的线条很干净，而且他画的很细致，不像我就在这边随便乱撇那种感觉。因为你还要讲话，我不用讲话，我就这边这样子画，所以就比较能够那个专嗯，心。对，我现在等我想于说，如果嗯我要一边讲话的话，可能就很糟糕。我觉得你已嗯。经很厉害了。是啊，大概是我这种哈、风象星，不是，我是火象星座的哦。
我对，是风象星座，你是风象星座的，哦，对呀、所以我们煽风点火。啊，对，OK，好，好，那我现在要来教大家我新创的图样，这个图样呢叫做 Sino，好，这个名字没有任何的意义。事实上呢，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叫它？其实我是想到肉桂卷，因为好想吃。哦，肉桂卷 （cinnamon roll），所以你把它对，给拼在把它一起。对 cinnamon roll，它的字太多写不进去，嗯，所以我就把它缩成这样，好吗？有感觉。有感觉哈。那它画成最终的图形哈，是长这个样子的。这一个，嗯我还有另外画了一张，这个是我画在一张 ATC 卡上面。那上面这张就比较搞刚啦，我就是中间还宝石有花了一点时间去画，然后用了一嗯哼些信月去做装饰，这样子。嗯哼哦，那这个绝对是第一手热腾腾的哦，我还没有给任何人看过，等于说我们这次直播是首度公开面试这样子。好，好，嗯，那我们就来学这个图样，这个叫好哟。做 CINOLL。好，大家中文突就记得肉桂卷就好了。对，突然觉得肚子有点饿。对，啊、你还没吃早餐吗？吃了吃了。好，来，我们不可以吃宵夜。好，我们一开始就是中间先画一个圆圈，这个就是花心。那这个我们可以在最后的时候可以把它画成宝石，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想法都可以做变化。那我们在画这个图样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给自己一个辅助哈。我们会有5个花瓣，当然你要画6个也可以，可是我觉得会稍微比较急一点。好，我原始的 idea 是5个花瓣，所以我现在给自己5个点，这是我的参考位置。接下来呢，是要画一个 S 的线条。我尝试过有从上面往下画，或从下面往上画，其实是都可以，看你自己的笔顺。那重点就是说，我们之前铅笔的这一个记号哦，它就是我们这一个线条的顶端。哦，你看我是这样子上去的，是一个 S 曲线。每一个记号这边就是我们一个 S 的开始。这个花可以很活，就是你可以很大，可以歪一边，或者是有的花瓣大，有的花瓣小，我是觉得还蛮好发挥的。比如说我这边这个这样子过来，好，把5个S 就画出来。嗯，这个好像我们又回到缠绕基本元素。对，就是 S 曲线。下一个步骤呢，我们是在这个 S 的曲线的旁边哈，我们要画一个有点像 C 的线条，可是它有点像水滴的图形哦，有一点像流动图样的感觉，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在旁边。你要画大一点，当然也可以啦。哦，这个就稍微比较胖一点。下一个步骤是我们把这个 S 的头，我们要拉过来接到这一个水滴图样这边，就把它拉过来，很简单的拉过来。哦哦，我有的好像太弧度太大了。没关系，这好。个花瓣可以胖，可以瘦，
它并没有一定的形状，我们就是它顺着线条好，让它过来就可以了，让它有一点有一点这样子圆圆的感觉。这是一个很圆的花，哇，没关系啊，你是第一次画啊，对不对？我为了要让它连结，好吧，可以啊，让它有一这个也是一点腰种很漂亮身，的，也是有很漂亮的变化，让也它有一点很好。腰身了。对，这个原始的设计哈是这样子，我们就顺到这个地方哈，就一开始这个红色的 S 的这个地方，我们让它再绕进来一点点，等于算是嗯，有一点点装饰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想到肉桂卷的原因。卷来卷去，对肉桂卷啊，真的很香，我也超爱，尤其对是枫糖肉桂卷。对，这样子就画好了。我觉得做烘焙呢，跟画缠绕很像，都嗯，是需要时间去需要等待。耐心，对，要耐对，心。没错，好吧，好哦，这个胖胖的花已经画出来了。好，那这个是一个我新解构出来的图样。嗯，我会把解构图会放在我的粉丝专页，还有我们的脸书社团里面。YouTube 的社群应该也可以放哦。我们 YouTube 有一个社群功能，大家知道吗？它是嗯哼，可以放照片的，然后可以放一些文字讯息，都可以在那里。好，大家可以稍微刷一下，有在里面都，我经常会放东西。嗯，好哦，嗯，那我们开始来，我们要来画我们今天的作品了。哎，可是我们今天没有暗线呢，我们要来弄一个什么暗线？暗线。诶，嗯，刚刚你抽到的那个中抽间啊，到的没有好像暗线，没有，没。再听抽一个。老师，听老师，你自己弄一个暗线给我们，给你出功课。啊，暗线啊，嗯，哦，暗线真的难倒我了啊！那好。就写自己的英文名字缩写来当暗线哦，哦，诶，那这样子大写每个人的都不一样。就只要一个字母，对吧？好哦，一个字母。所以好，我是 E，你 我是 T，T，好，我们就用嗯自己的名字的某一个字的英文拼音来做暗线。哇，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提示。我们还是一样哈，4个点，先把它连起来。然后呢，我们要感谢与感恩，谢谢丁老师来当我们的特别来宾，谢谢谢谢伊娃老师的邀请，谢谢这么多人来捧场，哇，现在有80个人同时在线呢，好赞哦！谢谢伊好，娃老师让我解锁那个 LKK 如何运用那个现在的网络。其实做 YouTube 很好玩，因为我也嗯是从完全不会到现嗯在能够有目前这样子的一个群众基础，很厉嗯。害呀，而且你很坚持，这是我很佩服的一件事。因为太喜欢缠绕画了。好，我要来写我的一，我想我一怎么写？草写的一。啊，我今天真的都是卷来卷去的，嗯，标准肉桂卷，标准肉桂卷。对，好哦。那我们好，画的顺序要什么呢？大家要想先画哪一个图样？就是今天我们有4个图样哈，就是这个3个，还有一个肉桂卷。嗯，来，我们给 T 老师选择，你想先那我画哪一个？先画这一个好了，因嗯，为好，没有画过嘛。好哦。那大家在线上哈，
大家各自就找一个区块来画这一个图样，这个叫做什么？我拿颠倒了 swap，嗯，，SWORBS。好，那开始下笔喽。对，开始吧，大家就很自在的画。因为我跟 Tim 老师都有就是同样的理念啦，就是我们都觉得，尽量能够启发大家的创意哦，不要说我们画，大家只能跟，我们教大家方法，大家自己在没有老师的时候，也可以自己发挥创意来进行缠绕的创作，这样子你对缠绕的热爱才会持久。不然有一些人因为自己没有老师带的时候画不下去哦，就很容易就会放弃。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非常可惜的。OK，嗯，没有好，错。我从这边开始。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这也是当老师呢，可以小小偷懒一下，然后也可以看一下学生们其实都是非常有创意的。嗯，不过其实我在画缠绕的时候，常常也会有一个阵头，就是画完了以后，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去管那个暗线。会呀会呀，我也是一样啊。暗线只是让我们，就是它最原始的意义之一，就是它让我们能够突破那个空白的限制，对吗？对，因为全部空白的时候，你就会不知道从哪里下笔。那我们反正暗线在那里了，我们就有一个可以随便开始的地方。听老师，你用的是几号的笔我用的是01 ？OK，Micron 01，好，嗯，我用的是 Uniball I 的 Micro 哈，这个是 UB150，我最近最常用的笔，哦，那个好用吗？很好用，看起来很流畅，因为它是职业式的笔，就是它嗯，整个笔管里面都是墨水，它其实是防水的。哦，就是它很特别的地方。一般这种性质的笔，它不防水，你会晕开。可是它嗯哼，它会，可是就是它稍微需要比带针笔稍微长个大概10秒钟的时间吧，让它干一下，干掉以后它也是防水，所以我觉得它很嗯哼，好，非常好用。因为它的那个，笔头是金属的，不像带针笔会缩进去这样子，哦，所以我就觉对，得它超优秀，很伊法老耐用。师又要推坑了。我已经推很久了，这一支已经有很多人被我推进坑里了。来，我这边要拉过来。有一次啊，我在整理我的那个笔具，发现真的我可以开个小小的文具行。正常正常，先要拥有嘛，对不对？不然我们怎么能够日益进步呢？但是有时候就是很怕那个就没水了，嗯，就是会干掉，毕竟它还是有时候会干掉。因为没有那么认真，天天在画图，是吧？我有认真哦，我天天在画。有有有，你是超级认真。对，我似乎是想要用这个图案就把它全部占满了。是这样子吗？
因其为有点实欲罢不能。也可以啊，我觉得它还蛮令人投入的，我觉得很有趣。嗯，对，因为画线条嘛。嗯，不过我决定我从这边就先暂停，来画一下别的，别的是什么？如果各位别的同学，你们如果想要继续的话，可以继续哦。我们第二个图样来哪一个？因为这个等一下还是可以再加。对来，你选吧。opus，这个 对，OPUS，好，来看看从哪里开始。opus 呢？这边，这里，不知道大家画图的时候会不会自言自语？你会吗？我会耶，有时候，所以我现在刚刚还要小心一下。我应该没有讲话。像我们在直播就是要一直不停的自言自语啊。嗯，大家可以看我们两个老师哈，我们在同样的图样的状态之下，我们会怎么样的各自去做不同的变化？这个让我想到，好像那个学生要考试一样，怎么说呢？就是抽到一个题目，然后大家开始自由发挥。哦，对对对，嗯，诶，大家知道一件事吗？4月8号呢，可以看到日全食。啊，真的吗？嗯，不它应该有过是在分地区吧？对，在北美地区。嗯，这个我这是倒没有注意到。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据说他要在同一个地方再光临，再发生的时候要有400年。真的哦，嗯，错过了就等400年吧。就等下辈子，说不定下辈子还来不及耶，要下辈子。嗯，我这个是不是太大了？其实我很佩服现在在台湾上线的同学们。
那怎么个一说？天一天辛苦了，然后这个时间点这么热心那是因为听老师的魅力呀。哦，谢谢谢谢，我想是因为伊娃老师经营了这个，大家对你真的是很喜欢，缠绕共识会。有时候这样一起画图啊，比一个人自己画图还真的是来的有趣哦。感觉差很多，非常非常嗯，多。所以一起画图呢，我也比较能够常常把那个纸砖给画完。如嗯，果自己画呢，常常画到一半，哦，好吧，休息一下，然后就然后就不放着了。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对，所以常常会有那种半成品的出现。嗯。现在 Santango 正在进行的 Project Pack 23，听老师，你们那边有人在跟吗？有啊，很多人在有哈，跟呢。很多人哈。嗯，可是台湾这边好像比较少诶，来问问看，现在在线的同学有人有跟 Project Pack 23吗？有的留言给我们崇拜一下。那个看起来好像我是没有跟，那嗯，但是我觉得那个看起来好像很大，是对，吧？它很大一对，张。嗯，我对那种很大的作品啊，有时候就是会有一点犹豫。我也是诶，我没有什么大作品。嗯像我有一堆 Opus 大的纸砖，嗯已经藏在我的抽屉里很久了，我都没有拿出来画。啊，想说当初买回来也是好贵。是啊是啊，Opus，对啊，对，好大张就会觉得哇，天哪！因为像我自己，我事情很多嘛，然后又欠大家敲碗的一些课程，我真的是忙不过来，所嗯以画大作品对我来说会变成有压力，就很容易怎么讲？心里上面就会觉得说啊，我一定没有办法完成，就先不管它，然后一拖拖拖，然后呃，一年大概哈 c h a n t a n g o 目前这几年的规律，一年大概是会有3次的 Project Pack，嗯就是3月会有一次嘛，就是现在的，然后它应该8月会再有一次，嗯哼，之前曾经5月也有。然后不过后来好像是慢慢变成8月会再来一次，那12月嗯的话，12月会有，嗯，十二嗯，月会固定的，它已经好多年了，12月会有12天，圣诞节对，前。圣诞节的，对。其实我觉得它，我有看是用水彩，就是搭配那个水彩涂底色的时候，我觉得蛮舒心的，因为你水彩的变化可以很多嘛，然后那个颜色又很春天、很轻对柔的感觉。对，还蛮不错。我也是有看啦，有看，可是嗯没有动手画。
觉得那不是现阶段的我要做的事情。嗯好哦，我要来画我的那一朵肉桂卷了。嗯，我在等肉桂卷。诶，我这边都还没有画圈圈呢，忘记了，忘记这个图样是有圈圈。肉桂卷好像小太阳一样哦。肉桂卷来画在哪里？画在这里。我这边来给大家碎碎念一下哈，就是先画出5个点，然后呢来画 S 线条。这时候旋转纸砖会比较好画。嗯，线上的同学有些应该是快手哦，说不定已嗯，经画好对，了吗？有可能。诶，今天没有看到 Miko 老师，Miko 老师有时候也会来我们的共识会。嗯，不过 Mika 老师那边现在应该他也是夜半夜猫子，了吧？他比台哦，湾早1个小时，他也是夜猫子一只。我觉得缠绕画就很棒的一点，就是把世界各地的人都拉在一起。嗯，没错，常常可以在线上认识大家。嗯，再画一朵练习。其实我想那时候当初为什么会那么大胆，直接就找伊娃老师，我想也是因为在网络上已经仰慕你很久了，然真的后呢，我就想假的？啊，真的呀，已经追踪很久了，然后我想啊，是哦，好吧，既然有这个机会，我怎么觉得你在开玩笑？没有啊，是真的呀。那那时候就就很谢谢看到，你。那时候看到想，哇，太好了，太好了，把握机会。嗯，来，我来试试把这一个画很大一颗，看是什么感觉。我自己也不知道，变大。诶，你要画大，我刚好是要画小颗。就是试试看啊。因为图样哈，有时候就是你去尝试不同的变化的时候，也许会有新的创意出来，对不对？嗯，因为我每次想说，哎呀，画错了也没关系嘛，哈，大对呀，家也不晓得，就自己玩。
在缠绕画方法里面，其实我自己最受用的就是 no mistake。嗯。是啊，没错。因为我记得因为我以前是很认真的志工妈妈，嗯所以我带过当了大概9年的志工吧。但带小朋友的时候啊，我最常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教小孩子的时候，一个指令下去，你还没有在问他们说：“哎，懂不懂啊？”你都不用问，他们就马上举手说：“老师，我不会，这个怎么弄？”嗯嗯嗯常常会有小孩子这样，因为他们很担心犯错，很担心画错。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教育的问题啦。我们东方的教育哈，可能会比较倾向于叫大家不要犯错。那没西错，方可能会更多的说让小孩子去试错。比较会勇于尝试吧。对，就他们叫他们去试试看。啊，我有2朵怪怪的大花，随便。我觉得我这个时候又可以开始画第一个图样了。我觉得第一个图样真的很好看诶。因为它很多线条。对，来从这里乱接一通。我的好像跑到边边去了。嗯，我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反过来了。OK，anyway，反过来啊，哦。我知道我转的方向不对了，没关系。那我就从这边再变过去。再把它转过一次就好啦。对，可是我这边的线条它就变成会断掉，所以我从这边再拉过来。嗯，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图样？对，有一个奇怪的像海带的叶子。像海带。对，那我就要把它给放进来喽。好哦。那一天我看小猫老师还有 Jenny 老师在直播，他们就有聊到我之前常常讲的缠绕有一个丑小鸭时期。我觉得我现在就在丑小鸭时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没关系，都会变天鹅的。对呀，对呀，嗯所以都不怕。可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坚持画完，非常鼓没励大错。家一定要坚持画完。我们常常不是说坚持久了就是你的。嗯。
那也不一定啊。真的，说真的，有时候坚持久了也不见得是自己的。可是我觉得就是尽力嘛，对不对？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尽力做到最好。我好像已经有点给它满。已经满了吗？还没有，有满呢、我才满呢。所以我的没关系 iPad 的，已经可以有留白也没事。哦，我发现这个图我中间少了它的七的中间的，嗯，加拿大现在还很冷吗？嗯，在这边呢，我可能要当一下环保人士来提倡，因为大家要爱护一下地球，因为天气真的变得很奇怪。我们一天出大太阳，另外一天隔一天居然下雪。3月还会下雪。是啊，现在就像我们说的“春天后母面”，一嗯，日变三变。那不就很难穿衣服？嗯没错。不过就是像大家都知道嘛，洋葱式的穿法。哦，对。对呀，大家去旅游现在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嗯哼。然后呢，大家说现在电费要上涨，其实，嗯，其实这一点我真的还蛮佩服加拿大这边的人，他们对于环保的概念啊，非常的强烈。然后他们的电费其实非常的贵，虽然他们有很丰富的资源，但是呢，他们为了要希望大家能够节约用电，他们的电费几乎是在台湾的3倍吧。啊，3倍哦。是的，嗯，没错没错。不过加拿大比较凉，夏天不用嗯，一定开冷气。台湾如果夏天不开冷气，我觉得很多人，比如说我，可能会崩溃。对呀，就是可能有这样子的差别吧。嗯。因为听说3月雪是有冤情。有冤情。可以，很好。那要请那个青天大老爷出来主持公道。那个找包公啊。对。
想象力太丰富了。啊，我在画什么啦？我在，我很好奇大家会想要画到哪儿的。嗯，我们有马来西亚的同学美玲说，马来西亚不开冷气也会崩溃。五月雪，五月雪是油桐花吧？嗯，看油桐花了。诶，其实真的耶，我们这边有时候到4月还会下雪，哇，太夸张了。很难想象哈，对呀，都傻眼了。呃，分享一个好笑的事，第一年来这边的时候，哇，看到雪好高兴哦。然后我们家小孩啊，就到外面去堆雪人，嗯，然后隔壁邻居看到了，就是说啊，这类新来诶，就是你们是新来的，等到明年就知道了。对，因为隔一年大家就为了要那个铲雪，真的就是一下雪就开始哇，在那边呼天喊地的，还要出去大冷天出去铲雪，所以只铲雪很要看，辛苦诶。嗯，只要看到有人在堆雪人啊，或是玩那个 Snow Angel，大概都可以知道啊，这都是新来的。嗯，我好像画的好混乱哦，不过没关系啦，我不要再添加了，已经很多了，满了满了。大家是好了，有在画，还是只是光看我们两个在这边不知道在画什么东西？我要把橡皮擦掉，因为我自己感觉有点脏脏的。嗯嗯嗯，橡皮擦。哦，你说把那个暗线的地暗线，对方嘛，对对，嗯，来加阴影了。好，我应该差不多了吧？对，因为转来转去，不晓得要转到哪儿去。哦，有画有画，大家都有画，太好了。嗯，很好。我还担心说大家今天只是来看热闹的。诶，所以大家画完都会上传吧，对不对？会 po 在嗯，你会会 开个 po，相簿。对，我会开一个相簿，然后帮大家丢进去。其实大家可以自己放啦，可是大家好像就很拍谁这样子。哦，那非常希望这次能看到大家的作品。对呀，我觉得缠绕哦，你越分享，你进步越快。你如果不嗯，分享，永远都是自己在那边孤芳自赏的话呢，你的进步就会比较慢，真的哦。没错没错。不管怎么样，就把它剖出来，对然后大家也人都超好，都说好漂亮。对，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说啊，我画的没有老师好看，那不是废话嘛？不然我怎么当老师？而且啊，而且每一个人的起点不一样，我的起点是在7年之前，你的起点在什么时候，对不对？那个是没嗯，有办法比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画画，那我花多少时间在画画。没错。不过我觉得艺术这件事情啊是非常主观的。对，嗯，所以我通常就是跟我学生讲，根本不需要跟别人做比较，对因为对对，我的喜欢可能你不见得你爱，对不对？那嗯嗯嗯，你看到的观点跟我看到的点可能也不一样，不尽雷是，同。对，对，所以我觉得，做这种比较，就是没有它的意义啊。嗯，他只是给自己找不愉快而已，我觉得我们可以当欣赏然，别对人。对，当然我们都会欣赏啊，这个看起来非常的舒心，那可能你就会觉得说，哎，就是很好看嘛，因为我们觉得看起来很顺眼，嗯，就好像挑男女朋友一样嘛，对吧？对，但是其实真的是还蛮主观的啊，我觉得艺术的这件事情。嗯哼。Julie 说，英国夏天有时会30几度，热到发疯。嗯，今天、昨天台北就31度。对啊，就是现在全球的，真的是温度很奇怪，因为地球暖化的原因嘛。对，这个虽然就是老生常谈，但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去重视它，嗯哼，因为我觉得已经蛮严重的。可能因为大家在台湾啊，可能想说，哇，那个其实电费还好，没有不怎么贵。可是在这边呢，真的我们都洗衣服都一定是在晚上，或者是就是那种我们会分3段时间的电价，所以大家都会尽量配合。嗯，嗯，所以晚上的电价比较便宜。对，晚上电价比较便宜。所以呢，为什么我会有喜欢在晚上做烘焙？所以肉桂卷晚上出炉的时候呢，就会想要尝一口。你知道吗？其实现在我是有一点歪着脖子在画图。哦，是吗？对，因为我不是那个上面的灯光，我是怕就嗯，是会有阴影啊，所对，以诶，其实好像还这样好诶。子看起来会有一点怪怪的。嗯，好，其实我们共识会因为它的随机性比较大哈，有一些嗯哼，同学可能会先看，然嗯后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再自己去画，我觉得这个都 OK 哈，也会比较轻对，松一点，没有压力。没错。然后有时候就看到我翻车的时候，你就知道哈，那个错误的示范就不要学。怎么说翻车？就是我自己有时候可能脑袋在想我要怎么画，可是因为有时候在讲话没错。啊，然后就手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听控制这样子，就会翻车，嗯，就像或者是有一其实我，些新的图样啊，没有嗯画过，或者是一些我本身比较不擅长的东西，
不擅长的东西就会有很可能就会画的不太理想，这样。我不会说我画错啦，可是就是说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嗯。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直播主啊，像真的是很厉害，一边讲话，一边可以同时并进。通常我只要讲话，可能脑袋就打结，手就不听使唤，然后我就不晓得画到哪里去了。会哦，会哦。哎，Tim 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欧美这边啊，这些缠绕老师他们就是缠绕界，他们的生态是怎么样？就比如说经常聚会呀，或者是也都是各自在家里画，或者是怎么样？很多课程吗？嗯，课程我觉得啦，就我比较熟悉的一些这边的缠绕老师啊，他们很多都比较喜欢就是 in person，就是当线下课程，所谓的线就是面面对面。对面，对。那嗯，我觉得他们很喜欢，就是有一些 retreat 一些活动，他们都会去参加。然后甚至有些老师，比如说他是 CDT2或 CDT50，就是你可能会发现他参加了好多次哦。嗯。对，那他们就是还蛮热于分享，热于就是其实就是以缠绕来交朋友，然后认识大家这样。嗯。我觉得这是蛮不错的，的一件事情。这个就跟我们比较不太一样哈。嗯，对，然后相对于他们也会，因为可能就是，如果大家比较稍微有些年长一点的，大家都一样会有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会比较害怕运用这些科技的东西。就像我这次要这个直播，还没有直播过，所以跟伊娃老师请教了。然后搞了老半天。对呀，就是会有这些受限呐，如果是嗯嗯。线上的话。嗯哼。我把它真的当植物来处理了。什么东西？我说我把它当真的植物来处理。挺好的呀。
我觉得在家里画画，不管是直播还是不直播哈，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工具都在旁边，随时随地要拿什么都很方便。嗯，没错。我来找一支 Mind Liner。我很喜欢用这种 Mind Liner 这种很神奇的笔，试试看。对，OK，把它的颜色压下去。嗯，其实我画图的动作算是慢的，所以要这样子，在短短的时间内把它统统完成，其实有一点点，有一点压力吗？嗯，压力倒是还好，但是就是会想说，哇，要动作要快点，快点，快点。嗯，应该是还好啦。我现在也快要11点了。对，我们如果没有画完也没有关系哦，那就是说，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概念，说我们今天在玩的是什么，怎么样去给在自己没有任何指引的情况之下，你怎么样去玩缠绕画？当你能够突破自己心里的那个障碍之后啊，你就不需要靠老师来带，你就可以有自己的创意。听老师，你那些叶子，你用的是什么颜色的工具？我是用的是绿色的，你还好吗？啊，突然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嗯，没关系，我等你缓过来。好了，我是用绿色的，因为我想叶子嘛。不是，我的意思是水溶性彩铅吗？还是水彩？还是什么东西哦，是那个 brush， ？Brush。嗯，算是水性的，OK，嗯，无足的那一组吗？不是耶，这一组是哪一？这一组是，其实我不太清楚这是哪一组的，这是之前曾经朋友给我的，但是我嗯，就一直都觉得还蛮好用的。好哦，我很好奇各种笔具。对，我也是喜欢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我现在用的是这一个哈，这个我也是推坑的，我甚至还出了影片画色卡的哦。这一组，那这一嗯，组怎么说呢？它其实是比较偏暗色的哈，它不是那种很鲜亮的颜色。可是我觉得我个人很喜欢。你说的是金色的吗？不是不是，这个是那个施德楼的，这个是 Tinted Watercolor Pencils。嗯，哦，
其实我明天早上还有事情要出门，每天都忙得团团转，后天还有事情也要出门。已经我习惯了这样子的。不习惯啊，不想习惯。我喜欢躲在家里画画，哪里都不要去。哦，有时候我真的是很宅耶，可以宅在家里待对好呀，久。宅在家里画图，就是可以享受自己的时间。对，嗯，烘焙机器很耗电，所以面包类要涨了。哦，所以大家可以自己也做面包好了。其实做面包，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趣。我刚开始，是误打误撞，因为想说自己做比较方便嘛。但是后来发现，当你看着那个面包在发，就是必须要等它发，我们说要第一发、第二发，让它慢慢长大。看着面包在发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我通常只负责吃而已啦，所以关于这种烹饪啊什么的，其实说难听一点，并不是不会做，只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大的热情。而且因为在台湾很方便啊，对不对？对去呀，巷子口就有一堆面包店，嗯，对，嗯，所以相对的可能就比较不需要。对，就它可获得性是比较高的。对，但是其实就是一种也算是一种手做的热趣。嗯，其实我还蛮想鼓励大家哦，就是画缠绕哦，不要想说我一定要画出什么很惊天动地的绝世佳作，因为通常是不可能。其实还好吧。当你嗯，画完的时候，你就会惊讶说：“哇，真的是也算是蛮是绝世佳作了。”它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创作啦。可是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我自己还蛮注重就是它的过程。你有没有在嗯，画的时候
你的心灵感到滋润。你是不是能够在绘画的过程之中抛弃你的杂念，真正的享受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笔画里面？对呀，因为有时候就像你说的，会进入一种所谓的心流的状态，对嗯吧？嗯嗯，对。嗯嗯，有个 Sandy 同学问 CZT 是什么意思？CZT 就是缠绕画认证教师。哦，我跟 Tim 老师都是认证教师，在我们的现在在线上的朋友也好多人都是认证教师，就是我们有去参加缠绕画公司的活动的 seminar。哦，那我们去实际的了解说缠绕画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去学习了他的精神之后呢，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圈里面去推广、去教授缠绕画，这样子把缠绕画这个很棒的艺术介绍给更多人。这个就是 CZT。嗯，没错，Certified Lintingo Teacher，对对吧？对，缠绕画老师目前的认证哈，当然在美国啦哈，美国是它的发源地嘛。然后在台湾，台湾是由好心意公司操作的。另外在欧洲，在德国哈，它法兰克福之前都在法兰克福，他们也有认证，所以会有美国认证、亚洲认证哈，亚洲就是台湾，然后还有欧洲认证。欧洲认证目前好像是到第5届，好像是。对，欧洲是比较晚比的，较晚，对，欧嗯洲比较晚，好像是到第5。那亚洲好像已经42、43了，我不太记得。哇，真的吗？对，亚洲42、43了。哇，我是第2届，对，听起来好像很元老哦。你是第2届，我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我是29，美国认证，嗯，我是差其实不多那个时候。那时候一直很想要去，就是美国认证，但是呢，因为他通常他办认证的时间都是在6月、5、6月、6月对那对对时候吧。对对，对，那刚好孩子们还在上课，所以就没有嗯哼，办法。所以当对，知道哇，第一次的时候有在台湾认证，就很高兴哇，终于可以去参加。是啊。哦，其实为什么会接触缠绕画呢？这也是一个小小典故。因为当初在学校的志工团啊，我们要办活动，让志工就是参加嘛，想说大家要找些事情一起来做，然后所以那时候看到罗拉老师在教缠绕画，就因缘际会的接触到罗拉老师，对，结果没想到很有缘分，罗拉老师的女儿也是我们小学毕业的，所以就这样子邀请她到我们学校来做讲座。嗯，嗯，所以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真的。
对，就是很有缘分。其实我知道还可能有蛮多人哈，平常是没有时间可以画画的，比如说要上班呐、或者是作为一个妈妈哦，作为妻子、媳妇儿，作为对呀，对根本没有时间可以画画。我是觉尤得，其是当妈的，因为我觉得作为妈妈很辛苦，因对呀、为她的时间都被切割成很琐碎，那你就必须找时间。对，尤其是现代人的压力很大哈，我们必须要懂得保护自己，要照顾自己的身心灵，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时间，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机会。我觉得，对啊，有些人可能他就是深夜画画，为什么？因为大嗯，家都睡了，所以，其实我之前也是很享受那种深夜独处的时候，对呀，因为就对呀，不会受到干扰。但嗯，是呢，我觉得还是要可能年纪年纪大了，我觉得还是身体就是方面要照顾一下对对吧。对，就毕是，毕竟熬夜嗯，还是对身体不太好。就是有些人他就是真的是只有半夜才有时间，嗯，才有办法给自己一段时间。那这个自己调试吧，毕竟嗯，如果心情是需要的话，尤其是很多人现在就退休了嘛，你如果不懂得好好的规划退休的生活，会老得很快。嗯。而且其实画图很好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运用。对呀，其实，在复健科里面啊，他们也是很鼓励。之前就是陪我爸爸做复健的时候，医生都说：“哎，要动动手哦，可以动动手写字啊，画图啊。”嗯，嗯，对，所以所以我知道好多老师都在这种乐龄中心啊，或者是安养中心在教课，我就觉得他们好棒，他们做的是很有意对，义的事情。没错。哎，现在我记得昨天前天才跟我学生谈到，现在的那个长照中心啊，都做得很不错，日照嗯长照中心。嗯，哦，这边我就要 take 一下那个妙正老师。妙正老师是在宜兰的南洋中心，他们就做了很多这些的事情。就我上次去那边上课，我就觉得他们好棒啊，真的是发了很好的志愿在做这些事情，超赞的。因为我觉得老人家的陪伴啊，尤其是这种艺术陪伴是很重要的。嗯，还有景玉老师，景玉老师也是。那小猫老师也有在做特殊教育，好棒。就是缠绕界有很多很优秀的老师，都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都是我没有做到的。嗯。
我之前有陪我妈妈，因为她也是年纪就是蛮大了，嗯然后嗯嗯去日照中心，蛮好玩的。尤其对一些失智的长者，你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嗯哼，因为他会一直问你，老师你叫什么名字？老师，真的哦，这个我们画过吗？因为他不很记可很得了。对，很可爱。而且我觉得老人家跟小孩子一样，都是可以很天马行空的。嗯，你跟他讲一二三，他可能画的是四五六。开心就好啊，对不对？嗯，就是蛮悠游自在的。听老师，你的进度如何？我的进度有一点慢，我们可能不过要差不多要准备要做 ending 了，因为已经11点多了。哦，对哦，大家要休息了。对，因为今天这边是星期一嘛，诶，不对，星嗯，期二。星期二，好，对，明天大家还要上班。不过大家如果累了，可以先去睡啦，因为这个录影都会回放哈，大家可以看录影。我也不知道这种联合直播的效果怎么样，我要等回放我才知道。嗯，好哟，好哟。也欢迎大家哈，在这个影片底下哦给我们留言，让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效果好不好，你们喜不喜欢？如果喜欢，我们再请听老师常常来玩，或者我们也可以找其他老师一起玩。我觉得就是直接出局了。啊，怎么会直接出局？不会，不过我觉得，在线上画真的是要，因为我要一边看这个，然后一边想要讲话吗？还是嗯，然后就会停顿下来。对，无论如何啦，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嗯，对吗？对，谢谢伊娃老师嗯，邀请啊我来啊，现玩在还这一下是星期，我们现在还是星期一，啊，星期一吗？诶，诶，是对啦，你星期一，们现在是星期一，对啊，明天星期二啊，大家都还是要上班，对吧？上班 对，所以大家知道我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康康的了。已经已经累了一天了。对呀，其实我昨天晚上3点多才睡，因为有一些事情心里在想啊，在想一些事情。然后今天嗯，早上8点，隔壁邻居就开始空空空，不知道在干什么，哦，所以我大概只睡了5个小时左右。就是开始那个装潢装修。那对其实他，你说，其实我也很怕那种就是装修的，嗯，但是也没办法。但是他们一敲下去，我觉得好像那个整个头、整个脑袋都会跟着震。对，好了，我差不多了，找好了，个地方签名，找我个地方，还没，没关系哦。我等一下，因为是白天嘛，我就可以继续哈。嗯，对呀，你的好漂哇，我喜亮哦。欢你的颜色耶，我喜欢你那种很优雅的颜色。
这个就是这一组笔，它的神奇功效就是这一组笔，哦，真真的，你的超不要再推荐，推了呢，超推荐。我可能就要上网赶快去看了。哎，真嗯，的，这个颜色，这个色调很优雅。对，我就很喜欢这种比较有一点带灰的颜色。嗯，先在这里吧，就带是我一灰。开始的地方。哇，很感动哎！现在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人在线上，对呀，还有54个人。真是超赞的。对呀，超赞的，很感动哦。我很期待看到大家的作品。是啊，是啊，大家就可以丢在那个脸书的社团里面哈，都不要觉得说自己画的好或不好哈，一定都是好的，只要你提笔画就是好的。其实我们说缠绕是一个门槛最低，甚至可以说是没有门槛的一个创作方式。哦，它适合所有的人，可是它不适合不动手的人。你如果不动手的话，你就只有眼睛会，你手是不会的。OK，嗯，对，好吗？再怎么样也要让手去活动活动。对，你的手必须要跟上。嗯，嗯那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好像停滞，就是没有什么进步，你就到网上就是多看看，看看别人在画什么，那自己随便的画一画。你看，像我今天其实也就是在随便的创意呀、没有很刻意的在做什么，就这样子，然后把嗯，老师教过的技巧就随便的应用在这个里面，真的是很随便啊。随便随便，对，我也是，对啊，就我真的随便的是太随用用啊。便了，到对，现在还在这边涂颜色。其实我们这个是叫做随便缠绕。对，随心随意对，随心随都好。意，因为我们嗯是画给自己的，我们并不是要拿去出国比赛，对不对？嗯，出我们国比是画赛丢冠军，没有啦，是吧？咱自己欢喜的好啊，真的，好，我们自己是，好画的哟，开心最重要。嗯，好好哟，哦，好哟。哎，那我们我先到这里嗯，哦，来大家看看。看看我还没有画完。嗯，我应该会停了啦，因为明天还有事情要忙。好的，不过嗯还是会等明天光线好的时候哈，再给他拍一张漂亮的沙龙照、定妆照。，OK，然好后再 po 哟，在脸书上期待。面。那就嗯哼，期待大家的作品分享哈。那就很谢谢大家今天哇，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在线上一起。嗯，谢谢大家，对，谢然后谢。谢谢，那我太多太多人了，谢谢你们这个今天晚上的陪伴，真的是对。很棒的缘分，谢谢大家。